片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在当空服员时候爱用的一些保养品。因为常常飞国外，所以我很喜欢去发掘当地很有名的，不管是大牌子或者小牌子。大牌子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，那去那边买比较便宜。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小众的牌子，比如说网络上很多人推荐或是当地人才知道的一些保养品牌，我都会想要去买来试用看看。而且通常在产地买的话，都会比你从台湾当地或是代购来的优惠很多。所以我常常在国外休假的时候，可能会在药妆店待1到2个小时，就是看这些台湾买不到的保养品牌，然后去挖掘一些新的东西来用看看。我的肤质是中性肌，但是我的 T 字部位比较会出油。特别要说一下，我当时的坐标是在北京，所以气候1年4季都是非常的干燥。北京有多干呢？就是如果你放一块抹布在家里的桌上，那它可能过几个小时就会完全的干掉、硬掉，像石头一样硬，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太低了，所以就像你的脸就像那个抹布一样，你的水分不断的在散失掉，所以皮肤也会变得非常的干燥，就跟台湾不太一样。那机上工作的环境也主要就是比较干燥，然后空气流通不好，也会导致你的皮肤会出一些问题。不过我大部分今天分享的保养品都是比较偏滋润型，所以如果你皮肤很油的话，就可能要斟酌一下。然后我之后可以再做一个影片，是我回到台湾之后，针对湿热气候再换的另外一套保养品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第一个先从比较多人知道的这个法国的保湿霜，这个大概是台币500块左右，在法国的药妆店买的话，大概是13.9欧元。这个价格就是蛮便宜的，因为它其实一大条有75ml 左右，那每次只要用一点点就可以带整张脸，然后保湿度就很够了，所以其实用量还蛮省的，可以用很久。它的质地是这种润泽感的乳液状。但我觉得它也不会到油腻，就是一支很有润泽感的乳液。那这一支就是一支完美的妆前乳，就是你可能在非常紧凑的班表中，不管是熬夜或是非常早的班，那你的人除了疲倦之外，你的皮肤也会渐渐变得越来越干燥。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上一些粉底遮瑕的话，就会很不好看，因为会全部卡在你的脸上，都不用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一上就知道你的妆都上不上去，因为你的皮肤状态就是已经缺水，就是干燥不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急救的法宝，因为它只要一上去之后，你的脸就像刚敷完面膜一样，很有润泽感，然后也会有光泽。那你再擦一些修饰的东西，粉底遮瑕，都会很吃得进去，它就像磁铁一样，就会把你的妆吸进去，然后吃得很吃妆。然后它的缺点就是它的香精味蛮重的，就是你涂在脸上也会闻得到。有一个保养品牌很喜欢加的香精味，所以如果它没有香精味的话，我会更喜欢这个东西。第二个就是倩碧的水磁场保湿凝胶，因为我的肤质是中性，但是 T 字会出油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质地太油太厚的乳霜或是乳液。凝胶的剂型就是连油性肤质的人也很可以接受，而且其实在机上的工作比较繁重，可能你开关烤箱在烤餐的时候，那个蒸汽会全部扑到你的脸上，或是你来回一直走动，那你的身体开始发热出汗，你的脸会跟着出油。所以其实你不要在上班前擦太保湿或太厚重油的东西，因为你到机上你还是有可能会出油，那你的妆可能也会糊成一团，或是皮肤油光很明显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擦这种凝胶型的保湿凝胶是刚好的。这一罐的质地因为清爽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白天或晚上，或是妆前都很适合擦。或是我下班已经很累了，很想赶快睡觉，不想要擦太多瓶瓶罐罐的保养程序的话，我就擦一罐这个稍微厚一点。睡一觉起来，你的脸上的保湿度还是会觉得很好。第三个就是朱莉蔻的净化前导露，这个是我在北京机场看到很便宜就买了，因为我记得朱莉蔻的东西都还蛮贵的。那这个化妆水我当初买大概是200块人民币左右，大概1000出头台币吧。我就觉得可以买来试试看有没有用过朱莉蔻的东西，随便一买就是随便一用，就发现意外的蛮好用的。因为它的化妆水质地是比较有粘稠感的化妆水，然后擦在脸上有很疗愈的玫瑰香。因为是澳洲品牌，那也是强调有机，没有含很多人工色素或香料之类的，所以我还是觉得用他们东西感觉蛮安心的，因为成分都是有机的。那时候我刚搬到北京，所以这种保湿型的化妆水就非常的适合，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取代一个化妆水再加一个保湿精华液，就是你想要比较简单的保养程序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一罐取代精华液，然后再加一个乳霜或是乳液，就可以
有一个还蛮简单的懒人的保湿保养步骤，但是那个保湿度是很够的。第4个就是这个果酸面膜，这个是 The Ordinary 的，那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厉害，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是30%的果酸跟2%的水杨酸混合，它的效果就是去除老废角质，然后疏通清洁你的毛孔。它的质地就是这种红色的很浓稠的精华液，那你就是这样擦在脸上敷，大概7、8分钟就可以洗掉。那1个礼拜我只会敷1到2次。这一罐我就把它当成居家的深层酸类焕肤，就是当你在夏天会觉得皮肤两颊跟鼻头囤积了很多脏污，然后摸起来开始觉得粗粗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用这个。敷了7分钟，用水洗掉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脸像磨完皮一样，就是你原本那种粗粗的感觉都消失了，然后会有一种滑嫩布丁感。我觉得它的这种滑嫩感，不是有些保养品会添加油脂或是细鳞那种假滑感，是真的把你的老废角质一层都这样去除掉，然后有一种新生滑嫩感，是你到隔1天或隔2天都还可以感觉到，就是它真的帮你把旧的那一层脸皮扒掉的感觉。但是这个浓度非常的高，像我是自己已经用了酸类保养品用了很多年了，所以我直接用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我第一次用，还有我隔一段时间再用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点刺刺的，就是刚敷的1到2分钟会有点刺感，但是那个感觉会慢慢消失，而且洗掉以后我也不会有什么红肿或是泛红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正常使用会遇到的，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但是如果脸上有伤口，比如说刚刮完胡子或是修完眉毛，脸上有那种肉眼看不到的细小伤口的话，就绝对不可以用这个，因为会非常的痛，然后对你伤口可能也不太好。洗完脸的话，也要完全擦干水分再用这个东西。用这种酸类保养品的话，会减低你皮肤对阳光紫外线的抵御力，所以用这个的话，白天一定要防晒。第5个就是这个宝拉甄选的水杨酸精华液，它的功能就是代谢你的粉刺痘痘。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毛孔可能比较会出油，容易堵塞，我就会用这一罐来疏通一下毛孔，预防痘痘粉刺再长出来。这一罐也会让你的皮肤比较滑嫩，因为它也是化学性的去角质，但没有刚刚的果酸面膜这么的强。它就是我平常保养程序里面会加的一个酸类的化学性去角质。但是如果你是敏感皮肤的话，你就要斟酌你使用的频率，你不能刚开始用就每天用，那你的皮肤可能会承受不住，就是还没有建立耐受性，那容易可能会过敏或是爆掉之类的。它的质地是比较油润的精华液，它擦上去之后要大概2、3分钟让它吸收一下，因为它会油油的，就是整个在你脸上油油的。不过这一罐我用到最后，其实有一点无感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太久，因为它的用量还蛮省的，一大罐110ml左右，我也是用了1年多到2年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东西放久了，可能效果也会跟着不好。所以后来我觉得快过期了，我就拿来擦在我的膝盖还有手肘这些比较有死皮的地方，我发现它柔嫩的效果也很好，就是你只要擦1天膝盖，隔天洗掉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膝盖变得像布丁一样很嫩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水杨酸的精华液擦在比较粗糙的关节是有代谢角质，然后让比较滑嫩的效果。然后就是 Aesop 的香芹籽抗氧化精华，其实很多皮肤研究都证实，在你擦防晒之前，你先擦一层有抗氧化成分的精华液，会增强你的防晒的作用。你觉得空服员生活作息不固定又常熬夜，吃的东西也不健康，机上那些食物都是冷冻再加热的，你每天这样吃也没有什么健康的选项。熬夜饮食不健康，其实都会让你的皮肤跟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那也会加速你整个人的老化。所以我觉得要呼吁各位空服员，就是你一定要用这种抗氧化的成分的产品，不一定是这一罐，但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抗氧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这一罐的质地非常的特别，它在手上是油油的，可是擦在脸上会瞬间吸收，就那个吸收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一罐的质地。然后另外一个喜欢它的点是，它里面成分有非常多高效的抗氧化成分。葡萄籽油的话有美白、抗氧化、去除自由基的功效。维生素 B5 的话可以提高皮肤的玻尿酸含量，让皮肤的保湿度跟光泽度再得到提升。我觉得常常在飞机上，你比起平地，你对紫外线、太阳的距离又更少，那照射到的量也会更高。所以除了防晒要做好之外，防晒之前再擦一个可以辅助防晒加成的
抗氧化精华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一定会，这个类型的产品我一定就是少不了。然后讲到肌肤防护力，就是少不了你一定要防晒嘛。那这个是 Josie Maran 的保湿日间防晒乳液，我觉得这一支是我会很愿意回购的一支防晒，因为它的成分跟使用感真的非常的好。这支是我在加拿大 Sephora 找到的，那它这个牌子可能台湾没什么人知道，它是一个美国超模创立的品牌。那它的品牌主张就是用有机的摩洛哥油，然后不含人工香精色素，也不做动物实验。那我听到有机跟动物实验这些字眼，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牌。那我也会很信任他们用的成分是很好的。这一支防晒是34块美金，也就是差不多台币950左右。不过它的容量是比较大，就是有60毫升，所以比起只有一般30毫升的防晒，它的容量是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算中价位的一支防晒。它的质地是滋润的乳液状，不过我这一罐已经快用完，应该挤不出什么。它是这一种白色的，然后滋润的乳液状，但我觉得虽然它里面有添加坚果油，但你擦起来不会觉得很油腻，就是会感觉滋润感，但是不会很油腻的那种感觉。它的滋润程度大概1到10，大概是6、7左右。如果你有皮肤干燥的问题啊，这种很滋润的质地就可以直接解决保湿乳液跟防晒这2个步骤，就是2合1的概念。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日间保湿乳液，但它里面加了很强的防晒成分，它里面的防晒成分都是全物理性的，然后是高宽屏，没有添加化学性的那种紫外线吸收剂，所以防晒效果也很好，然后也比较稳定。那它里面还有加一些保养型的成分，像是坚果油，还有各种植物萃取，这些抗氧化成分都会跟防晒的原料在做作用的时候有协同的效果，就等于有防晒加成，那防晒能力也会更稳定，然后效果更好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支保养型的日间防晒乳液。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话，就可能夏天不太适合用，可以在冬天用吧，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滋润的一个乳液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空服员的资讯或是空服员生活的话，你可以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就这样喽，拜拜。